新建筑跟老建筑的关系，在过去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。把四合院做成一个幼儿园，我们被限制的非常严格，像院落、像树木，还有那些门洞、檐口，让小孩可以自由的在老建筑和新建筑之间穿梭。我是北京人，小时候住了几个四合院，在西单，在王府井，房子全是平房。到了屋顶上的时候，等于是完全开阔，上面就是天空了。从那个屋顶爬到别人院子里，特别有意思，可以上天入地的那种。这个院子是雍正给他的奶妈建的一个房子，因为他的身份当时是不能进老北京城的，所以建在这个进京的必经之路。我第一次来，觉得这个建筑充满着故事和历史，但是又被抛弃的这么一个地方，没有生机。当时有一种特别迫切的一种想法，就是让这种活力能在这个老建筑中发生。新建的幼儿园围绕着老建筑，把屋顶自然的做成一个环形的活动场地，小朋友在这个屋顶上特别愿意奔跑起来。老北京其实基本上就是灰色，新建筑的屋顶上你可以看到那些灰瓦的坡，老城的皇城中可以用黄色和红色，我就想用在我们的地面上。起伏的地形像一个火星表面，联想到火星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都不属于老北京，不属于地球，特别超现实的一种气氛。最大的挑战就是新建筑跟老四合院的关系，我们的连接基本上都不是从建筑直接连的，都是通过院落或者廊道作为一个过渡。我觉得院落里特别体现出东方人对自然的一种看法。新建筑里边有几个院落是圆形的，跟老建筑中那种方形的不太一样。我小时候对我生活那个院落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银杏树，一年四季的变化，颜色、果实，夏天下雨的时候有蜗牛，这些树在这个环境里非常大，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。看到它的时候有一种对时间的理解，对生命的这种理解。老四合院的形制是非常严谨，其实是一个社会秩序、家庭秩序。四合院幼儿园里边所有的教室都是开放的，都没有一面封闭的墙。在新的教室里边，透过这个玻璃看到外面的花草树木，然后外面的墙、老房子，然后背景才是天空。现在的四合院里边的那些房间正在改造。这个幼儿园感觉是有一个老北京被保护在里边。我也想把这些小孩放在一个大的历史中，怎么看这个几百年前的东西，怎么看几百年以后的一个世界。